这家粤式餐厅想钱想疯了，各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被他们违法当做招牌菜，大火鸡、小豪猪、蟑螂恶霸，有些我甚至都叫不出名。来这黑店消费的客人非富即贵，但消费的理由却让人无言以对。眼前这个土豪说，菜市场能买到的肉能叫肉吗？现在每次只要一吃野味，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回到了18岁，对不对呀，我的小狐狸？讨厌，就说带人家来吃了，究竟还要等多久嘛？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土豪用眼神示意餐厅老板赶快搞条龙上来。看得出老板很是为难，但乙方是没资格向甲方说 no 的。老板一咬牙笑着答应，但转身走向厨房，立马中警向一名老猎人紧急求助。老猎人名不虚传，他带来了一个铁箱，里面的家伙很生猛，撞得铁笼咚咚响。掀开遮布，鬼，还真搞来了一条龙。科普一下，蜥蜴有个别称就叫五爪金龙。老板立马让小弟推去厨房，可这小弟的心里不知道是有问题，还是看过《星球崛起》，趁着老板不在，偷偷拿出他的小电棍，对着动物们就是一通发泄。这时他想试试新来的五爪金龙，可转身一看，哦吼，笼子怎么空了？他打开笼子反复确认，慌乱中忘记把门给关上，而就是一个背过身寻找的功夫，蜥蜴就这样悄悄顶开笼门，一个一个脚印显了出来。看来这小弟还是书读得少了，不知道变色龙其实是蜥蜴的一种，并且我再科普一点，蜥蜴还是一种领地意识非常强的生物，一旦感受到外来入侵者，就会进行无差别攻击。所谓天道好轮回，蜥蜴要替野生动物们报仇了，被空气给生吞，小弟当场死不瞑目。下一步要遭天谴的，轮到外边的那帮野味消费者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先简短了解一下这条变种黄蜥，它从何而来。在野外，如果踩到了这种黏糊糊的东西，那么恭喜你遇到了极其罕见的变色龙。此时此刻，它正和果子狸被猎人装在笼子里，你们现在暂时还看不见它，毕竟变色龙会隐身。猎人们把笼子装上车，准备卖掉狠赚一笔。路上，收音机插播一则紧急新闻，说当地野区的科研室昨晚突发意外，有条基因突变的蜥蜴跑了出来。猎人听到了紧急通报，但他觉得这事根本轮不到他。而此时笼子里的变色龙也终于现身，他饿了，一口就把果子狸给吞掉。看他那不合常规的侧颜，不出意外，就是那条变异的蜥蜴。机缘巧合下，猎人把笼子卖到了一家违法野味餐厅。这里的客人以吃野生动物为最大爱好，丝毫不尊重生灵，而靠着变态的隐身罢了。蜥蜴就像是老天爷派来的一样，他偷偷来到了正在过生的餐厅大堂，准备替天行道。Happy birthday to me！鬼，吓我一跳！正当所有人面面相觑时，又一个男人突然被勒住脖子，用力一甩，紧接着马不停蹄再来一个，霎时间原定的吃野味变成了野吃人，随即抽取一名幸运观众当小菜。男人打算趴着偷溜，可一只手突然死死抓住了他们。二人缓缓回头，一个女人正满脸惊恐的求救，可下一秒她就悬浮在空中，一直躲在暗处的蜥蜴也慢慢浮现出原形。只见她尾巴一甩，女人直接砸翻一张餐桌，人群被吓得四处逃窜，人蜥大战进入高潮。看准这个蓝衣小哥，蜥蜴直接一个飞扑，霸到地东，同时还能立马用尾巴卷起一人往墙上咚。此时的蜥蜴就像打了兴奋剂，不挑食，不疲惫，不罢手。等他把大堂吃干净，他又把魔爪伸向了楼下酒店。一个房客半夜尿急想出来抽支烟，下一秒就被隐身的蜥蜴死死勒住脖子，悬在空中，接着就是一套夺命连环甩。旁边的四人组当场吓尿。等到玩够无辜的男房客，蜥蜴回过神来，四人组早已消失不见。一场无声的战斗开始了，房门被轻轻推开，一个摇晃着尾巴的身影悄悄潜入，而桌子另一头，叔侄二人正屏气凝神，瑟瑟发抖。刚一转移阵地，二人接着匍匐前进，可好巧不巧，叔叔碰到了烫手的熨斗，刚要尖叫就被侄子紧急救场。蜥蜴近在咫尺，眼看就要被发现，这时侄子灵机一动，抓起一旁的线团丢了过去，蜥蜴跟着扑了上去。可接下来侄子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后面的小红被暴露在眼皮子底下。看着慌乱的侄子，叔叔冲着也拿出一卷线团，我丢，可弹，嗖，哦吼，GG！侄子宁死不屈，用熨斗做最后的反抗，没想到竟意外发现了蜥蜴的天敌，拿刀主动拳后，叔叔接过熨斗，让侄子们先走。随着叔叔的玩瘾有点大，我正着冲，侧着冲，骑着马冲，来回反复冲，本来是挺好玩的，可随着慌乱中，老板扯断了电源。第一个跑进电梯的是黑心老板，还不等其他人赶来，他就想先一步关门。关键时刻又是叔叔站了出来，只见他原地起飞，在空中慢镜头装飞，就要用头耀我扬威。与此同时，蜥蜴也正在迅速袭来。万幸在最后一刻，电梯门成功合上，几人再次死里逃生。气不过的叔叔死死掐住老板的脖子，争执中，开门键不慎被摁下，电梯门再次被打开，空气仿佛凝固在此刻。而本已转身离开的蜥蜴也缓缓回头，蜥蜴直接扑了上来，可是那一瞬间立马侧倒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猎人的这波售后服务满分。刚
刚刚还生龙活虎的蜥蜴，此刻便倒在了一滩血水中。可大家还是低估了它，毕竟是变种啊！大伙只是一个瞎扯淡的功夫，变色龙就隐身开了溜，留下一滩鲜红的血水，一路蔓延到走廊拐角处。经验丰富的猎人给喷子自信上膛，他绝不会让他的售后服务被差评。在猎人设下的精心陷阱中，老板抛下半桶白胶，隐身蜥蜴顿时暴露在众人面前。猎人抓准时机，扣动扳机，又来一枪，把蜥蜴逼到一个平台上，接着推动货架，蜥蜴直接被压成了肉夹馍。可等到猎人凑近掀开一看，草率了，他忘记蜥蜴本身就会断尾了，而此时的他已经猫到了猎人身后，一个飞扑过来，伴随着惨烈的叫声，猎人当场活该。又是一阵角逐过后，最该死的老板终于被天收。可从这晃动的程度来看，三人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如果我不说，你能看得出这是一只蜥蜴吗？蜥蜴吃下一个胖子后，直接原地进化成了肥蜥。这部国产怪兽片的脑洞好大，我忍不了。4条腿胖成了2条腿，看他追杀人类那蠢萌样，简直就是行走的健身球。人类被他逼到了死角，眼看就要破门而入，小哥来不及思考就被弹飞老远，不能动弹。但蜥蜴也因为过于肥胖，被卡在了柜子间。就是这几秒的空档，让小哥找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面前是几个液氮罐，而四脚蛇正好怕低温，只要把罐子扔在他身上，他们就有机会活下去。受伤的小哥使不上力气，让小红扔，可小红毕竟不是猴智慧啊，说自己以前连瓶盖都得男朋友帮开。小哥灵机一动，大妈就你这丑样还有男朋友啊？有的话估计也是个盲人吧。正处失恋悲伤期还没过的小红，瞬间就被激发了人类潜能，举起液氮罐就把气撒在了肥蜥身上，泄露了物体顿时困住了蜥蜴底盘。这还没完，这边的女人像打了鸡血一样盯着液氮罐，正当她要继续时，却被蜥蜴死死吸住后背拽了过去。小哥连忙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可这样根本撑不了多久，那就拼了吧！小哥首先松开那只救命手，站起身来，拼尽全身力气丢出液氮罐，堵住蜥蜴那嘴巴，液氮瞬间外漏，没过几秒，肥蜥就被冻成了一座冰雕，好可怜。这部沙雕怪兽片以喜剧为外壳，以保护动物为内核，片中多次可见赤裸裸的反讽，比如野味餐厅厨房外的标语，以吃野味为荣的低素质食客等，这些值得我们每位地球公民深思。人类与动物其实都只是这个星球上的暂住者，没有绝对的地位高低，大家都是维系大自然运转的一部分，请不要站在制高点肆意索取和践踏，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守护好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村。这部电影名字挺生猛，叫变种狂蜥，原片其实还有不少滑稽搞笑的情节，大于篇幅有限，没法全部讲解。大家如果感兴趣，可以自行搜索观看。好了，我是黑菠萝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